大家好，欢迎来到大 logo 区块链财富探讨频道。今天的话题是 Web 3.0 到底是互联网的下一代吗？2023年，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Web 3.0 的概念开始变得火热起来，人们开始探讨它的定义、未来以及在哪些领域可能成为风口。那么 Web 3.0 到底是什么？它是未来的趋势，还是一个骗局？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Web 3.0 的发展和现状。Web 3.0 的概念最早是由以太坊的创始合伙人 Gavin Wood 在2014年提出的，但目前我们已经经历了 Web 1.0 和 Web 2.0 时代和财富定义。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从1991年第一个网站的出现开始，我们进入了 Web 1.0 时代。它的特点是只读模式 Read Only， 就像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阅读报纸或观看电视节目一样。当然，那时的网速还无法与观看电视媲美。典型的 Web 1.0 公司如新浪、搜狐等在当时是佼佼者。相比之下 ，Web 2.0 更容易理解。Web 1.0 是只读模式，那么 Web 2.0 就不仅仅是只读模式，还包括了写作模式、创造内容、互动交流、点赞评论、发布视频等等。从2004年 Facebook 的诞生开始，互动式互联网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典型的 Web 2.0 公司包括 Facebook 微博、抖音、知乎、微信等等。事实上 ，Web 2.0 时代为互联网公司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即通过提供免费或极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来吸引用户，并通过推送广告来获取数据赚取利润。这就好像这些公司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很多草，吸引羊来吃草，然后趁机剪下羊毛出售。这种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可行的，因为市场上好的产品相对稀缺，就像草地上的美味草少之又少，而羊们并不在意自己的毛，也无所谓剪下来，所以大家对这种剪羊毛的模式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随着 Web 2.0 的发展，互联网变得越来越成熟，产品也越来越丰富。这时，稀缺的不再是草地，而是用户的注意力和数据成为了宝贵的资源。互联网公司越来越依赖于用户的数据来改进产品，推送个性化广告，并且通过这些数据获得巨额收益。这种商业模式引发了人们对于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关注，也引发了对于互联网权力集中和垄断的质疑。Web 3.0 被视为对 Web 2.0 商业模式的一种回应和演进。它强调去中心化、用户控制和数据所有权的理念。Web 3.0 的关键特征包括：第一，去中心化。Web 3.0 将互联网权力从中心化的机构和公司转移到分布式的网络和协议上。区块链技术是实现去中心化的核心基础，它可以确保交易和信息的透明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第二，用户控制。Web 3.0 赋予用户更大的控制权，使其能够管理和授权自己的数据。用户可以选择性的分享、销毁或者获利于自己的数据，而不是被互联网公司默认收集和使用。第三，数据所有权。Web 3.0 将数据所有权还给用户，让他们能够直接从数据中获益。用户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数据，或者通过数据市场获取回报，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第四，去中介化。Web 3.0 通过智能合约和分布式应用 Apps 等技术，消除了许多中介机构的需求，这意味着更直接、高效的交互和交易，减少了中间环节和费用。Web 3.0 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已经涌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应用领域，如加密货币、去中心化金融、DeFi、去中心化身份验证、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等。许多人相信 Web 3.0 将为个人权益、创新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影响。然而 Web 3.0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去中心化的应用和区块链技术的扩展性、能源消耗以及监管和合规性等问题仍然存在。此外，由于 Web 3.0 的概念模糊和商业化前景不明确，一些人对其抱有怀疑态度，并认为其可能只是一个炒作或者骗局。总体而言， Web 3.0 代表了互联网的新方向，强调用户权利和数据所有权，推动去中心化和创新的发展。虽然 Web 3.0 仍然面临挑战和争议，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概念，吸引了众多创业者、
技术专家和投资者的兴趣。在加密货币领域 ，Web 3.0 提供了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和支付系统，例如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些加密货币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去中心化的交易和价值传输，使得交易更加安全、透明和无需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此外 ，Web 3.0 还催生了 DeFi 去中心化金融的概念，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了去中心化的借贷、交易和投资等金融活动，为传统金融系统带来了新的变革和可能性。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去中心化身份验证。传统的身份验证通常依赖于中心化的机构和数据库，存在安全风险和隐私问。Web 3.0 通过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使个体能够拥有自己的身份数据，并通过去中心化的验证方式进行身份认证，提高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去中心化社交网络也是 Web 3.0 的一大应用领域。传统社交网络通常由中心化的平台控制用户的数据和互动方式。Web 3.0 则提供了更加开放和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模式，用户可以拥有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并参与到社交网络的治理和决策中。然而 ，Web 3.0 仍然面临一些技术和实施上的挑战，例如区块链技术的扩展性问题限制了其在大规模应用中的效率和可扩展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正在进行中，包括探索新的共识算法、侧链和分片等技术手段。此外，能源消耗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一些加密货币的挖矿过程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和电力资源。监管和合规性也是 Web 3.0 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其去中心化的特性 ，Web 3.0 应用可能涉及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挑战，如合规性要求反洗钱和金融监管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定适应性强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以平衡创新和保护用户权益的需求。除了技术和实施上的挑战外， Web 3.0 还面临着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首先 ，Web 3.0 的普及和推广需要教育和意识的提高。由于 Web 3.0 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技术，包括加密货币、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等，大多数人对这些概念和技术还不够了解，因此推广 Web 3.0 需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来提高人们的认知和理解，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到 Web 3.0 的发展和应用中。其次 ，Web 3.0 的去中心化特性可能对现有中心化机构和权力结构产生冲击。传统的中心化机构和组织在 Web 3.0 时代可能会面临转型和调整的压力，因为去中心化的技术使得权力和控制更加分散，这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权力争夺治理机制的建立和权益保护等。另外 ，Web 3.0 的发展也需要解决社会公平和包容性的问题。由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先进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存在数字鸿沟的问题。为了实现 Web 3.0 的潜力和目标，需要努力确保技术的普及和收益的公平分配，以避免进一步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最后，隐私和安全问题也是 Web 3.0 需要解决的重要挑战。尽管 Web 3.0 通过加密技术提供了更强的隐私保护，但仍然存在一些安全漏洞和风险。例如，智能合约的漏洞可能导致资金被盗或合约执行不符预期。因此，确保 Web 3.0 应用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持续的安全研究和技术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综上所述，尽管 Web 3.0 带来了许多潜力和机会，但在实现其全面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和努力，包括技术创新、教育宣传、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以推动 Web 3.0 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其潜力。感觉有帮助，感谢订阅，点亮小铃铛，感谢观看，下期再见。